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在成为该党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参选人后，为了选举利益，竟然妄图洗白他“台独金孙”的标签。但赖清德日前在接受采访时，有狂妄坚称自己是所谓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岛内舆论直言，无论怎样包装，其台独的尾巴终究难以隐藏。近日，赖清德接受台媒专访时宣称不接受“台独金孙”这个标签，因为在台湾的政治上，只有政治金童，没有台独金孙这个事情。大家拢是汉子仔囝，是，大家拢是。我是买囝，所以不可能是金孙这个物件。但对于他的另一标签“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赖清德则诡辩称，务实就是根据事实。事实上，赖清德从不讳言自己的台独立场。担任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时，曾多次公然自诩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因其敢言敢冲，被独派寄予厚望，被视为台独金孙。但随着2024选举打响，赖清德深知岛内民众畏战忘和，台独是票房毒药，因此为了骗选票，赖清德画风突变，企图降低岛内民众和外部势力对其不可控搞台独的疑虑与担忧。赖清德的这种所谓的台独主张，那么它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理念性的台独，它可能会为了选举去进行一定性的这种策略性的政治的欺骗、政治的买票的操作。但是一旦他真的得到了这个权利，那么毫无疑问就会立刻将台海两岸推入到一个险境之中，会给台湾人民带来一个持续性的一种长远性的一个危机。民众党主席柯文哲4号就曾警告，若赖清德当选，将会升高台海冲突风险。赖清德战争风险还是高，台海不应该有战争，因为美国还没有决心跟中国对打，台湾应该成为中美沟通的桥梁，不是中美对抗的棋子。比这条菜，那个赖清德就不及格了。你一个白宫说理，美国国务院都要偷偷的表达关切。值得注意的是，赖清德近来不断提升自己的曝光率，不仅是此次接受台媒专访，早前还主动投书美国《华尔街日报》，提出维护台海和平所谓4根支柱，但被舆论认为是4大骗局。之后，赖清德又在造势场合宣称，当台湾地区领导人可以走入白宫，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就已经达成。观察指，这一言论就是追求台湾独立及美国承认，严重冒犯了美国的一中政策，触碰美方红线。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就指出，拜登政府已要求台湾方面厘清赖清德的说法，质问赖清德是否会出现更多意外。本月中旬，赖清德拟窜访所谓友邦巴拉圭，并在往返途中2度过境窜美。深圳卫视注意到，此次过境安排，美方给予赖清德的规格和待遇非常低调。去程纽约仅停留1晚，返程旧金山又于凌晨离境，还不足1晚，显示对其存有高度疑虑。岛内还盛传，赖清德过境美国期间，美方要求乔宴不公开。那么美方很显然是一个对他的规格是进行了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管控。那么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大陆方面那么去积极的去管控台独，积极的去遏制赖清德在台独势力在美国去这个兴风作浪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果。国台办发言人日前表示，坚决反对赖清德以任何由头、任何形式窜美活动，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赖清德过境窜美的目的是以美谋独，是在兑现其走入白宫的台独承诺，并为个人谋取选举私利，最终损害的是岛内民众利益，破坏台海地区和平稳定。事实会证明，赖清德是彻头彻尾的麻烦制造者。日本前首相、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7号至9号窜访台湾地区，这是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自民党窜台的最高层级政治人物。麻生太郎8号在一场演讲中妄称，鉴于中国大陆不断扩大的军事影响力，为了台海稳定，美日和台当局必须做好战斗准备，彻头彻尾暴露其台海麻烦制造者的丑陋面目。麻生太郎8号在台北出席一场所谓印太安全对话，并发表专题演讲。麻生太郎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已是全球共识，有3大前提：一是发挥强大的嚇阻能力；二是更要有打仗的心理准备，而不是只有防卫的力量就可以。要有万一的时候能够动用武力防守台湾，以及为了维护台海安全有可能动用武力的意志力。戦う覚悟です。
いざとなったらお金かけて防衛力持ってるだけではダメなんだ。それをいざとなったら使う。台湾の防衛のために、台湾海峡の安定のためにそれを使うという意思、明確な意思を相手に伝えて、それが抑止力になると。舆论分析，麻生太郎此番言论表面上看是为了安抚台独势力，坚定民进党亲美日、反大陆和以武拒统的决心，实际上是另有所图，就是为日本增加军备、穷兵黩武做出合理解释。去年，日本发布《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3文件，提出5年内将防务预算提升至 GDP 的2%。实际上是有2个目的，第一个呢是为日本去年年底在制定的所谓的日本的国家安保战略在做一种解释，或者说做一种所谓的辩护。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它实际上是希望两岸进行对抗，然后日美台一起合起来对抗中国大陆，这是他的一种目的。所以呢，他在台海议题上的所谓的这个他的目的，其实在这次的这个演讲中间，表现得非常明白。据台媒报道，麻生太郎在台期间会分别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以及副领导人赖清德进行会晤，并与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立法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及台北市长蒋万安分别进行会面。值得一提的是，麻生7号一抵达台湾就前往吊唁已故台湾地区前领导人李登辉。麻生称，就目前台湾与日本的关系，甚至是经常被提起的印太战略或布局，背后都有李登辉的影响。在李登辉当政的那一段时间内呢，他实际上是利用他的地位和影响力，推动了台独势力在台湾岛内的这个发展。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符合日本政策，甚至替日本在推行某些方面政策的这样的一个人，麻生太郎去也并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这个事情。8号中午，赖清德宴请麻生太郎一行，感谢麻生对台湾的所谓支持与关怀，还谄媚称台湾与日本享有所谓共同价值。而在麻生此次窜访台湾之前，民众党参选人柯文哲以及中国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曾先后访问日本，并都与麻生太郎见过面。麻生太郎成为唯一一个和岛内蓝白绿3大阵营参选人谈过话的日本政要。分析人士称，麻生太郎此次窜访台湾，目的之一就是为赖清德助选，因为比起国民党与民众党，麻生太郎更希望民进党赢得明年选举。针对日本政客窜台，国台办早前就曾回应表示，我们敦促日方某些人充分认识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认清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事实，尤其要汲取历史教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不要误判形势，以外谋独，给外部反华势力充当棋子，只会以失败告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日关系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蔡亮在接受北京晚报采访时也表示，麻生太郎窜访台湾是日本利用自身政治制度特殊性，再次给中国制造麻烦，是对中日关系的严重冲击。台湾问题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和两国间的基本信义，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理，当前的中日关系仍然难有起色。需要指出的是，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在中日4个政治文件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法律位阶是最高的，它由2国立法机构分别通过，不是一个简单的政府行为，而是一个明确的条约。蔡亮认为，在台湾问题上，条约重申了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确认声明是2国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并严格遵守其中各项原则，这一点十分明确。